我一定会把那个女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我要让她在泾阳不能立足。我做了几十年的布生意，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啊！乌海的齐家呢？连面都不露啊！兰州的那几个客商呢？海东的老唐呢？海东老唐只拿了10匹，10匹。但往年他都是几百的拿。哎呀，就这10匹也是我求了又求，老唐情面上过意不去才拿的。今年我们囤了多少？10万匹。这1个月都过去了，只卖了3匹布。就算这沈心怡不惜一切代价的遏制我们，那也不至于1个月只卖3匹啊。禀少奶奶，那些客商也没买沈家的府布和影布。那是为什么呀？1个月前，泾阳开了家洋布庄，我们的客商啊，几乎全部投了洋布庄。都在防着吴家，谁知道最后冒出来个胡家。是啊，都是胡家的洋布庄惹的，都没卖出去。那我投了钱怎么办呢？老四，我们2院投的也不少。二哥，我跟你不一样。你干嘛？啥时候放的吧？布还是我织的，我该做的都做了啊。至于布卖不出去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老四，坐下。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哟，买布啊！看上哪匹了？我送你。我自己买得起，干嘛要你送？我差点忘了啊，你去年从我那挣了1万多两银子。你搞错了吧？是我帮你赚了2万多两银子。喂，选这匹啊，够硬，符合你的脾气啊。嘿，巧了，我也帮你选了匹。这个啊够厚，正配你的脸皮。哎呦，胡小姐，我是雇员的，今天无论如何您得给我500匹。胡小姐，我要500匹，我要1000匹。我是雇员的，我要1000匹。胡小姐，哎，各位，听我说啊，你们要的货我们都满足啊，只是人太多了，我们的人手不够啊，麻烦大家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好，掌柜的，带我上。派头真大，生意真好。我们沈家生意最好的时候也没到这种地步。羡慕呀！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根本不是来买布的，你是来找答案的。我要500匹啊！哎，好嘞，记上了。你也正在发愁今年的土布怎么卖吧4万多两银子的货啊！你呢？比你少点。看现在这个情形，今年是亏定了。你们沈家亏几万两，那是9牛1毛。我要是亏了，那就全完了。亏完了正好啊！我们现在沈家正缺一个端茶倒水的丫鬟。
沈少爷，这儿人多，不小心踩了你一下啊！少爷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这种呢叫华达尼，薄而结实，还不进水。看到没？你猜多少钱一匹？6两。6两？嗯。还有这种洋布啊，你看看这颜色，一般的土布无论如何也染不出来。当今世上唯一可以媲美的也只有丝绸了。但是，丝绸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外面市面上的丝绸最少也得20两银子一匹，但是这种洋布只要4两。那不是比土布还便宜？是啊，以前的洋布呢，既不结实，价格又居高不下，根本就不会有人买。所以古越洋布庄刚出来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谁知道这种洋布跟以前的完全不同啊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得想办法遏制一下古越洋布庄。遏制不了的。爹，我现在有种预感啊，等到这种洋布一旦面世以后，将来不会再有人买我们的土布了。我们必须要当机立断。我建议以2钱一匹，把我们囤积的10万匹土布全部沽清，然后我们也转做洋布。那我们可就要净亏2万多两银子。你现在不这么做，等再过些日子，古越洋布庄占领了所有市场之后，到时候我们一匹土布都卖不出去，到时候我们就净亏4万多两了。2万多两，不行，亏太多了。爹，事不宜迟啊！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一点点机会了。你让我想想另外的办法。